刚搬进新小区，我就进了一个阿飘群，里面全都是一些孤魂野鬼。大哥，你咋死的？咋死的？不是，老娘问你咋死的？是啊，咋死的？有病吧？你俩打字。大哥，你咋死的？咋死的呀？对了，老妹儿，你咋死的？我被家族献祭，逼我嫁给山神，可是哪里有山神？到现在我还没有尝过男人的滋味。你看我行吗？我喜欢投缘的。我从不发言，但看着这些聊天挺有意思，久而久之就成了自己娱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直到这天被高冷老板骂了，还罚了200块钱，心情极其不美丽。晚上我躺在床上打开手机，急需一群死鬼悲惨的故事来安慰，可向上翻了几百条全是一样的内容。本来想看看这群死鬼的落魄，结果被一个无头鬼霸屏了，无名心火顿时升起。无语，能把这死鬼踢出去吗？刚来的怨气大，都这样，慢慢就习惯了。哪位好心鬼能帮我找找我的头？哪位好心鬼能帮我找找我的头？哪位好心鬼能帮我找找我的头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再次打字。线下服务200。真的啊？骗你不是人。我都气昏头了，这是阿飘群，没有一个是人。骗你投不了好胎。好多的事，我劝你现在撤回还来得及。你不知道，咱们一在人间出现，那群道士都乐开了花。放心，姐有分寸。太拽了，太拽了！按照无头鬼发来的定位，我独自来到偏僻的城郊。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再等等，来了个人。我无语了，忘了去年天师府为了搞外快，连续开了10几个鬼屋，周边的阿飘都快抓绝种了。现在群里这帮阿飘根本不敢出现在人类世界，我只好撒了个小谎。放心，那人跟我一起来的。怪不得本人疑似有事烧纸这么霸气，原来是有人类的关系。人，你能帮我火化吗？一直不火也不敢吸血，我太难了。大姐姐，你能帮我找妈妈吗？什么找妈妈？你妈妈都不要你了，还找她干嘛？不可能，我妈妈是世界上最爱我的妈妈，她肯定有苦衷的。都安静点，咱们出现人类社会有多危险，你们不知道吗？被抓了要给那群臭道士打工，关键还不给钱。人在无语的时候是真的会无语。就在我打算继续往前找时，无头鬼从森林中飘了过来。老铁，200。无头鬼不能说话，只能指指点点，不过以我的道行能看懂他想表达什么意思。他的妻子很爱他，但十分的极端，就连他跟一个女人说句话，妻子都会质问好几天，甚至会雇佣私家侦探调查那女人。后来就因为有次回家，衣服上多了一根长头发，妻子多疑心再次作祟，直接举起了菜刀。听完后，我拿出几枚铜钱，当场帮无头鬼算了一卦。你的头在冰箱，为什么不把我也剁了放在一起呢？可能你家冰箱是单开门的吧？为什么我的身体有意识，头却没有？这无头鬼还真是个好奇宝宝，头都被冻起来了，哪还有意识？我懒得跟他解释。200。无头鬼拿出最后的500块钱全给了我。能再帮我报警吗？我不敢回家。这是被老婆虐得多惨啊，都死了还这么怕。看在钱的份上，我用他的手机编辑短信发给了110。完事后，无头鬼一直挥舞着胳膊表示感谢。我等到他消失后，打了一个电话。师兄，你那鬼屋还缺无头鬼 NPC 吗？我这正好有一只。第二天早上我一睁眼就是9点，已经完美错过了上班打卡的时间。刚到公司就被老板叫去办公室，本以为老板这次肯定是要指着我鼻子骂了，没想发现老板的样子十分滑稽，头上裹着头纱，2块红跟哪吒的小发髻一样。哈哈，老板，你的头怎么了？我说是门夹的，你信吗？我信。这你都信？信呀，我师兄吃糖包都能烫后脑勺，你这背门夹都是小儿科。你信就行，至于吃糖包烫后脑勺，打死我都不信。没想到你昨天算我会有血光之灾，竟然真的应验了。我倒霉的事情也开始了，本来板上钉钉的理事合同不跟我们签了，回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的头就被门夹伤了。既然你能算出来我的霉运，应该也能破。这下我犯了难，其实我还蛮想帮老板的。昨天被罚款也是因为在公司跟同事八卦，说老板印堂发黑会有血光之灾，同事们都当成笑话来听。老板平时对我们挺好，只要完成每天的任务，就算迟到早退，老板也不会说什么。没想到八卦的内容被老板听到了，后来我那200就对我说拜拜了。老板这个霉运我一个人还真不一定能搞定。老板，我或许能。什么叫或许能？你之前印堂发黑，霉运缠身，肯定是沾上了不干净的东西。
咱们公司的人不可能陷害你，毕竟你给的钱还是很多的，拿下李氏的订单，全公司的工资更是可以翻倍，所以肯定是竞争对手地美公司干的好事儿。怎么破除？等我回去后摇人，但是最少要2-3天的时间。好，拿下李氏的合同，你就是最大的功臣。那个，昨天你还罚了我200，我先给你1万，昨天是我冲动了。收到钱后，我心情美美的回到家，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师兄。大师兄，这有一个夺财风水局，帮我破一下呗。没空，现在鬼屋忙不过来。我昨天可是刚给你了一只无头鬼，你把它还给我。谁抓的就是谁的，有本事你过来抢呀！之后我又打电话给另外几个师兄，结果都被无情的拒绝了。哼，这群没良心的臭道士，没一个靠得住。就在我准备睡前打开群聊看看那群死鬼，缓解下心情，突然想到，这不是一群现成的帮手吗？我这里有一个风水局，谁能帮我一下？我2袋血浆，概不还价。动物血浆也行。老娘也行，2个男模，必须8块腹肌的那种。能不能算我一个，帮我找找妈妈就行。我看你们是耗子给猫当3陪，挣钱不要命了，那可是可怕的人类社会，你们不怕被抓吗？帅气中微子一说话，群里顿时陷入了沉默，我只好加点料。谁能帮忙？我请大师帮你们念轮回经，让你重度轮回。真的吗？骗你们，投不了好胎。这姐妹挺实在的，昨天那无头鬼不是还给了好评吗？现在不说话，估计已经去地府报道了。那2个男模的事，先让男模伺候你，然后再入轮回。你这么说，我可要帮帮场子。还有我。破局小分队正式成立，我立马给他们发了家里的定位。夜晚9点，天色大黑，敲门声响起。这群死鬼还挺有礼貌的，还知道敲门。欢迎欢迎。人。说完，3只阿飘转身就要跑。男模，血浆，找妈妈，你们别走呀！一瞬间，3只阿飘又折返回来了。我热情邀请他们进了家，给僵尸拿了碗猪血。至于鬼娃，我把他的死亡日期记下后，过了今天再搜索10年前的新闻。人，你不害怕吗？我在龙虎山上见到的鬼怪阿飘多了去了，没事还和他们探讨人生哲学。原来是这样。阿飘身体阴冷，房间温度都降了几度，看来事情办完后要留下一只挂在墙上当空调。帅气中微子怎么没来？小场面，没有挑战性，他懒得过来。我们出发吧。我带着3只阿飘去了我们公司楼下，打电话给老板。强老板，你现在可以回家了。我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放心，我们常伴你身边。你还叫了帮手？常在江湖混，谁还没几个朋友？你先开车回去，我骑小电驴在后面跟着，记得开慢点，不然我小电驴可跟不上。好的。妹子，你这够意思呀，还没有干活就先给我个男模。你死了多长时间了？大概300-400年吧。300-400年前应该还没有男模这个职业吧？瞧你说的，我们鬼也要与时俱进呀。好吧，不过你见过哪个男模带头杀的？那是我老板。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他，认真点，我们跟上。一开始我们还紧跟在老板身后，可突然他的车被一团黑气包裹，立马加速甩开了我们。我的小电驴怎么能追得上？只能向鬼新娘求救。看来有恶鬼要制造车祸，快去救我老板！刚说完，鬼新娘抱着鬼娃像是离弦的箭一般，嗖的一声快速飞走。这速度不会是加了液氮推进器吧？5分钟后，我终于赶上他们。鬼娃正扯着一只恶鬼的舌头，另一只手疯狂地捶打在恶鬼的头上。江彻则躲在大树后面，浑身发抖。鬼新娘依旧是灵体状态，不停地往江彻的身上蹭。放开那个男孩！嘿嘿，今天先收点利息。有鬼，真的有鬼！刚才我开车的时候，收音机发来了鬼叫，方向盘还失控了。小妹妹，你老板都快吓傻了，姐姐最会疼人了，让我去安慰安慰。不要，老板，我给你叫个代驾，你先去车上休息。给我发工资的男人都感动，这场子我一定要找回来。我叫停了鬼娃，看着被打的阿飘问道：啥品种？姐姐，救救我吧！他们下手太黑了，你看把我打的10年的道行全没了。我也是10年道行，你怎么不是我对手？你身边要是没那个300-400年道行的鬼新娘，躺在地上的指不定会是谁呢？问你呢，啥品种？谁让你来的？我是车祸鬼，有人请我骚扰车里的帅气男人。至于请我来的人，我也不清楚是谁，我就知道是个道士。那道士许诺给你什么好处，居然敢来人类的地盘？
他说事情办成后，给我吟诵轮回经，让我转入轮回。你以为谁都可以吟诵轮回经？没有20-30年道行，根本就没有能力诵完。你才20多岁，你会轮回经吗？不会，但是我能摇人。江老板的别墅极其豪华，可惜只有他自己居住。留下吧，我不是随便的人，我只是害怕还有不干净的东西骚扰。其实我也不想走，奈何鬼新娘一直在我身边盯着江彻，今晚上不给他安排4个男模，我估计江彻的清白就没了。这个你拿去带着，保你安全。后来在正经的娱乐场所，我给鬼新娘点了4个男模，爱蹦的僵尸找到了舒适的沙发一直蹦，车祸鬼在恭恭敬敬的帮我们点歌，我和鬼娃一直唱着抓泥鳅，鬼新娘跟4个男模玩着抓泥鳅，那画面简直不敢看。第二天，我和老板穿上一身维修服，搬着一个人字梯大摇大摆地走进地美公司，毫无阻拦地走进了总裁的办公室。接下来怎么做？看我的！我拿出一个超大号保温瓶，里面全都是开水，我毫不客气地直接交给了办公室最大的发财树。可以啦，还以为要大张旗鼓地跟恶鬼打一架呢。夺财局只是个法阵，破坏其中一个阵眼就行了。我们赶紧撤吧。我俩刚走到门口，就被一个人堵住。昨天车祸鬼没有回来，我就知道事情办砸了。我料想你们注定会破我的夺财风水局，早就在这里等你们了。你是哪个山头的？没看到我身上龙湖山的 logo 吗？正统的龙湖山大师兄。今天的事情，我不想为难你们，只要你们放弃李氏的合同，这些事情我全当没有发生过。我们龙湖山才没有这么显眼包的 logo， 你这个邪修！不等贾道士反驳，我拉着江彻就跑。给我追！这2只厉鬼最起码100年道行，跑是跑不掉了，可我又不是对手，只能使出那一招了。8个男模。不早说，老娘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妈呀，还有女鬼！放心，自己鬼。等下2只厉鬼还会复活，这里交给我，你们先走。我也不矫情，带着江彻跑开了，一口气逃到了地美公司外面。带孩子的大姐是他们对手吗？对付2只厉鬼没问题，加上那假道士就不好说了。那怎么办？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摇鬼。地美大厦，鬼新娘被欺负了，需要帮忙，事后必有重谢。感动我老婆，不想活了。闺蜜受欺负，我拼了命了也弄死她。犯我群友，虽远必诛。出场费2个亿。没问题。一瞬间天黑了下来，地美公司上方乌云密布，一大波阿飘立马赶了过来。我拿出一颗药丸塞进江彻嘴里。你给我吃的是什么？壮阳的。顶楼那么多阿飘，阴气那么重，你这小体格再壮也会被吸干的。那你干嘛不吃？傻姑娘睡凉炕，全凭火力壮，早就习惯了。我带着江彻来到顶层，贾道士已经倒在血泊中，生死未卜。各位鬼大哥、鬼大姐，谢谢帮忙。回家后我会为各位备上精美礼物。这一局算是破了，可天台另一边却传来哭声。我循着哭声看去，鬼新娘抱着鬼娃一直在哭，肯定是贾道士下的死手。眼见鬼娃就要魂飞魄散，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鬼娃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姐姐，能不能帮我找妈妈？已经找到了，你妈妈并不是不爱你，而是为了你已经离开了人世。你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他们都说是妈妈不爱我才抛弃我的。你的事情我已经查清了，10年前你的妈妈意外出了车祸，被送进医院，医生说只能保一个，你妈妈毅然决然地说保娃娃。你们听到了吧？妈妈是最爱我的。慢慢的，鬼娃身体越来越透明，将要魂飞烟灭。我以燃烧自己道行的方式强行吟诵轮回经。来不及了，鬼娃的执念已经消失了，我们鬼魂失去了执念也会慢慢湮灭的。我一定要救他。小师妹，收手吧。鬼娃，你先在我宝葫芦里休养一段时间，到时候我来帮你重渡轮回。你这惹事精，我的罗盘都转出火星子了，还好赶到了。这不是有假道士到处假借龙湖山的威名招摇撞骗，正好被我制裁了吗？这么多阿飘，我那里正好缺免费劳动力。你不能这样，他们是来帮我的。放心，只需要打工10年，我就帮他们吟诵轮回经。8个男模的事，今晚安排。最后，大师兄带走了大部分自愿跟着的阿飘，帅气中微子和江彻还在我身边。
你有这么厉害的背景，为什么还上班？我们龙湖山要制作一个抓鬼 APP， 师兄们说我最年轻，学习能力最强，就把我踹下山了。你们不知道程序员的猝死率有多高吗？为什么不抓2只帮你们做？对啊，还得是你们当老板的。你为什么不跟大师兄走？地府无常大人已经给我发通知，我在人间的阴德已经积满了，我要去报道了。记住我那2个亿。找我老板。把我卖了也不止2个亿啊！是冥币呀。今天游客夸我头饰好看了，说像从古风剧里走出来的，还问我链接呢。老妹儿，你今天下午领域 VPN 完成了，要不要我给你点指标？无头鬼，你小心点，今天道长接到游客投诉了，说你一直盯着妹子看不干活。无头鬼大哥，你是鬼屋老人了，能不能跟道长提地板不要那么滑的，我这屁股吃不消。刚忙完地府考勤，你们鬼屋的名声都传到地府了。无常大人说，下次要组织地府同事团建，去你们那儿体验。